像我们这一次打赢，其实在季前也收了蛮多人，那时候也有人问说是不是要收到上先锋，然后也蛮多人来问移民，然后就问我移民的标准。那其实我是答不上来，因为这一块完全是你在审核嘛。现在就请你向观众说明我们的收人标准。收人标准其实就是单季能7亿击杀分以上，越高越好。7亿击杀分要会买关山，至少1条，2条最好。装备武将，这就是装备一定要5套嘛。然后武将一定就是 AOE， 目前还是 AOE 武将的情况，大概就是要氪金。对，就是虽然你会觉得，可能外面的人会觉得说，为什么921要收超过自己平均水平的玩家？我可以很坦白的讲，就是如果都说跟我们平均值差不多的玩家，其实就是把王国变大。那我要的不是变大，我要的是我们质量的变高，就是要长高的意思。就是如果只是光变胖的话，好像没什么用。就是如果你长高，你整体质量拉上来了，你的王国才会有不一样的成长。如果你只是单纯把一个30亿的换成另外一个30亿的，然后形态都差不多的话，那其实帮助比较小。当然也有帮助，但没这么多。所以我更想要去收比我们平均值更好的野战核心，让我们王国变得更强。那大家平均的负担才不会扛这么重，不会变成可能就永远前面的人在扛，然后后面的人打完就收工。就是不喜欢这样子的可能欧美时区，虽然我们讲欧美时区，但是还是对欧美时区的玩家非常开放。对，然后也是因为这一次我们居然遇上先锋，才有真的要求说要氪金。因为这次的关山的数量，就觉得很惊讶嘛，很满意。很满意当然是满意，当然我希望他以后会除了会变成一个常态嘛。它是常态以外，我还希望可以更多。就是我还想说，我现在既可以不要氪吗？不行，就是该买还是要买，就是你要提升王国的质量，就是你已经有征服者之证，你已经把穷追猛击换到，你的野战已经上了一个档次之后，当然你要维持那个质量，或者是提升那个质量，是每一个王国一定都会追求的。就如果你是一个一定制度在维持这个王国的话，你一定是想要这个王国变得更好。所以我不希望它是因为碰上275才这样，是因为我是想要我们每季会赢，大家肯买，你会买就会赢，就每个人都抱着这个信念，就是我买了1条，我们胜率就多了1条胜算。天啊，好，莉莉是派来的推销员，所以你就是会在收人的时候就会问你你会不会买关山？如果你不会买关山的话，其实你的野战的质量其实是提升不上去。你有1条关山，那个质量跟你只买弹跳会差很多很多。对，我之前都只买弹跳，因为觉得来 A 国就以前在 CD 国只买季卡，然后来921开始买弹跳，那这一次就多买的关山就花了钱就不一样。对，就是你整个野战能不能赢，就取决于你的质量。那你质量提升上来了，那个野战就很舒压。因为你是用2条关山打人家弹跳，这不用说一定都会赢。所以这也是我招募的目标，就是希望你是一个真的是舍得花一些金钱在这个游戏上。当然我们能提供的东西也相对的比较好一点，我们有比较完善的制度跟管理规划，那也有对应的系统，公开透明的数据给大家，那这是我们能做的。那我们当然也有什么联盟银行，这就是额外的战争福利嘛。那这当然跟能实际花钱的比不上，但它是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制度跟管理再去支撑整个921，所以希望大家能愿意付出是一点。有同样想法的人，然后又符合条件的，就欢迎大家来上猫猫面试。也是我很喜欢收有当过管理的玩家，就是他们能比较站在管理的立场
去对王国做不同的考量。其实跟欧美玩家的思维还是会不一样，但是如果那个欧美玩家他们那一群有当过管理，像 Jazz 啊跟 BDIZ 这几个，就他们有当过管理，那他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我们要对一些细枝末节这么刁钻，他们能理解。那他们目前看起来，不管是TK 他们也好，或者是三张他们来了也好，其实目前就是在一个很融洽的方向进，就是大家都很融入，不会因为说你谁来晚来，然后就不融入。其实在我看来，其实大家融入的都很不错。那 DC 上面每一天都很聒噪，游戏里面也都是有英文也有中文。用某一部分来讲，其实好像已经实现了这种小而美的王国吗？对，就是你921一直在小而美会打架的一种状态，就是大家其实过的是一种蛮舒适的状态，对，失速满足的状态去打这个 KVK 跟每一场比赛，这个状态其实很健康，所以我就是很喜欢这种感觉。有压力的时候有压力，有业绩的时候有业绩，该要干嘛的时候就大家能干嘛。然后玩家因为有当过管理的背景，所以他能体谅为什么在一些细枝末节要这么追求，这样感觉挺好。对，比如说我们之前要删掉工程车，大家都蛮配合的。对，因为它就是不必要的存在嘛。有人真的是，第一次删的时候我还记得，哇，有人有100多万、200多万车的，我看都快晕倒。所以就是对，就占总兵力的一半这样。对，就是控制王国战力的时候，能把它控制好，让我们的战力越符合我们的实力的时候，看起来就很舒心，真的是很舒心。有没有在这个921最印象深刻的征服赛季？其实每一季都蛮精彩的，每一季都很精彩。那当然被打爆的时候也有被打爆的精彩。那我最喜欢的还是 K8跟这一季，因为这一季简单来讲就是打2个先锋，1077他也有挂上先锋过，但他不是真的先锋，但他也是，他是踩在边上，他是踩在边上的。275他就是理所应当的先锋，所以挺精彩的。这一季是真的很精彩。对，然后 K8是我们在黄庭里面1打2，因为我们的盟友一天不到就被推出去了。那你也是坚持了3天，所以让我觉得好像你坚持一直打，就好像就会赢。就你坚持过了，好像就不这么痛了。但是回想的时候还是会有捏一把冷汗，有没有？捏一把冷汗，因为有些那个地方真的就是像一根旗子，那一根旗子他们使命为跟着我们不要命的填，大号小号都拿出来填，那也是很可怕。只要花了一堆资源、一堆心血，最后没有，就是最凄凉。就本来能赢，但因为你没有坚持，就搞得好凄凉。就是你输了，然后你又赔了夫人又折兵，哇，听起来就很凄凉。我不喜欢这种感觉，就你已经 all in 了，你 all in 你还读书，不要吧？对，所以我们每次都 all in。来了要准备好 all in 的本钱。对，你来了要准备好 all in 的本钱。那你 all in 完之后，你拿到的回馈其实也是翻倍。这个月亮也好漂亮，虽然大家都说它不好看。有人说下一个目标是太阳，可是太阳好丑。那是皇冠还是太阳？我不知道。随便，反正那个我觉得也很漂亮，我觉得 OK。这真的就是一直赢下去啊！真的能赢一直都最好。你看，在我们就是能拿到什么穷追猛击自由吗？要拿5个现在能拿2个。那就继续打，在一个健康的状态下去经营921就不会有问题。我问一个比较引战的问题 ，KVK 有没有想挑战的王国？当然，其实站在我的立场，能赢就好，不管对到谁，当然就是能赢就好，要很浓的啊，能赢就好。那赢是我们的核心指标嘛？那你说真的要对到谁，其实也不一定，就是遇到实力相当的。我也希望能赢，因为遇到实力相当的不输，遇到实力更强的，像275，他的队友就当然可能会比较少，或者是比较弱，或者是2个强的打4个，这样其实也是一种平均嘛。那如果你遇到实力比较强的，然后你的队友可能比较差了一点，那结果就会有点不尽人意。当然，
如果能遇到一个实力相当的开一局，其实也不错。就是在能赢的情况下打一局实力相当，什么5.5打4.5，就是这种感觉，其实就很刺激。就是像我们 K8 一样，K8其实4.5打5.5，但是我们是那个4.5，然后我们就赢了。就是一开始分好之后，其实就为什么要这样子分配？就是好像是我们外交牺牲那边，可是在我看来好像其实还好，因为我们跟460其实很合得来，不管是在战略或者是在整个战场上，其实支援的都很到位。那其实，在打关6的时候，感觉其实胜利已经差不多到手了。当然不是这么确定啊。如果你要真的拿起来跟 K8 比的话，那 K8 当然是比较刺激一点。那个不定就是数，大家都说什么战歌好无聊，为什么我们战歌打得这么刺激？对，你可能第一天好像感觉无望了，只是在死撑，可是到了第2天的时候，好像又推回来这么一点点，然后到了第3天，哇，那个好纠结，到底该不该继续 all in？ 那当然这个时候当然选择 all in 了。对，还好最后有赢，没有赢可能就灭国了。真的就要灭国。对面输的，现在都过得不好。这一次我们其实除了打赢 KVK， 还拿了一个联赛2区的8强，有什么感想吗？这个我觉得这种8强这些东西，也不算是我的功劳，它算是小神啊、三藏啊、神来啊这3个指挥的功劳，其实跟我比较无关，就是我就是下场拿着别人的号这样子打，我自己本身账号就不够战力，所以这是他们的功劳，他们自己带领有方，那是属于他们那个。你真的要问感想的话，你可以之后再去问他们。不过我找一天去问神来。我能做的就是把人带过来嘛。那能带过来，他们有经验或者是他们有能力，那真的就是把921的联赛拱上去了。以前我们是怎么想的？挤进32强。结果这一次在32强一进去啊，发现好像32强突然没这么难了，就好像你突然有个30亿，然后看以前30块的东西，这就是大手一挥的事情。现在战力都很高啊，对，就是要找到配合的人。对，然后质量什么的又上来，好像32强并没有多挣扎的就过去了，这是我的第一直观呢、这是我的第一感想。32强以前我们花了2次还是3次都没有摸到的东西，现在一次就过去了，而且还是很轻松的那种。我就其实也是看运气啦，也还蛮多联盟去了3、4次的。当然硬体设备什么当然一定有影响，策划什么但有他们的影响。你这问他们好了，反正我拿到8强我是很开心。我也很开心，什么时候要发奖励？最后有什么话想要对921的大家还有观众说？就是中间会有人离开，但是一直都有人进来。那不变的是什么？不变的是921一直都是在很和谐的状态下去面对新来的人，跟用一种很平淡的心态去看可能已经退游的玩家。希望大家会921，如果你已经在921了，就是去珍惜每一季的 PK， 对，因为这个游戏的寿命，你不知道他哪时候就跟你说他要倒了。莉莉丝感觉做得出来，但如果现在环境已经比我们过去小门小户还要好，能吃饱喝足穿暖的情况下，那我希望就是你已经在921了，那你就把握每个当下，尽你所能及的方向去付出。这是一个大家庭，那一个大家庭大家是家人，那就好好珍惜每一个当下，真的就是好好珍惜，那就尽力付出每个 KVK。那至于福利方面，就是真的就是尽力的给，那后勤方面也就是尽力的去负担，那系统什么都很完善，真的要珍惜，就是大家都很幸福啊。从我这样子看，其实大家都很幸福，虽然很幸福，当然很累，我好累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开心不起来。就管理压力比较大，但我相信蒙里的人很幸福。我只是被霸凌。
除了那个收到猫图的时候，他们幸福指数会下降。我只是被你们霸凌，有点开心不起来。不过也大家就是在一个用我们属于我们灵魂的方式在生活着，其实挺不错的。就是现在连外国人也能找到我们生活的跟聊天的 tempo， 就挺不错的。那该是波波的观众呢，就是谢谢波波给你们带了这么多影片呢，跟我也没啥关系。真的对921的成员，就是希望你们就是能珍惜，然后去体验每个 KBK， 尽力所能及的付出，这样就好。对，就还蛮谢谢921的大家，就跟我一起直播，然后讲干话。因为其实我自己在打 KPK， 我是不太讲话的，我比较安静。你会发现那个直播都没有我声音，都是他们在讲。然后时不时就这里有人，然后什么开什么统御，然后红圈圈，然后冲。其实这种打仗的时候能有人陪你一起冲，半夜还有人陪你一起打架，实属难得。对，很开心。当然他们可能是不同时区的，就是你就会发现，好像在半夜的时候，你也不会安静，然后安静着你就默默按出退出键，然后你就下游戏了，就不会，就是一直都曾经是这样啊，现在很好，现在很好。对，就曾经会安静，现在不会安静。除了大家在成长以外，大家的成长也推动着921的成长，能走到现在这样子是。除了我自己在921当了2年国王下的一个小成就吧，我自己认为我们站在足够高的地方，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成就。当然，不代表我们会停下来，或者是能打造越高的高峰，当然越登峰造极。登峰要来了，我期待新箱子。我也期待新箱子。你不买吗？再考虑。他是骑兵啊。然后以前看人家有美美的系统，现在黑兔他们来了，还有波波你们自己又做了更好的系统。921并没有单独的团体怎么样，包含从管理到一般的玩家跟外国人，其实大家都没有什么小圈圈的心态。刚好这一群人，刚好我这一群，大家的心态都差不多，那大家都抽到这边。意外的融洽，一种化学效应，就是很难得。你看，像 PK 他们30几个人，他们也融入了，就不会变成单独的30几个人。那过去我们也跟很多王国合并，所以刚好的每一波，刚好的每一个人，刚好的都跟921很懂，刚好我们也都管得。这其实是一种机运吗？一种阴德。估计我上辈子一定是什么大法师，然后在佛堂祈说未来莉莉丝创了一个游戏，然后我的王国就顺风顺水。最后就是谢谢观众长期的支持，就虽然说可能大家都来来去去的，但是最后会回来的，会回来。然后就算离开了呢，还是保持友好的关系。还有一些就是从来没有来过921，但是一直在支持我的观众。那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然后也谢谢毛毛，耶，拜拜，拜拜。